各位颐养晚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国胜。今天咱们要坐下来好好聊一样大家可能经常吃，但未必真正了解透彻的小果子——蓝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蓝莓是护眼第一名，每天一把蓝莓，眼睛亮晶晶。你是不是也曾经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买回来一盒蓝莓，认认真真的连续吃了一周，然后心里暗暗期待，我的视力是不是该变好点了？看东西是不是该更清楚了？甚至记性是不是也能灵光一些？那么今天我就要带你深入蓝莓的世界，揭开一个可能让你非常惊讶，甚至完全颠覆以往认知的真相。这个关于连续吃7天的故事，背后隐藏的不仅是营养学的知识，更是一种科学的养护智慧。我保证，看完今天的分享，你会对如何吃蓝莓有一个全新的、明明白白的规划。咱们开门见山，先回答那个最抓人心的问题：如果我雷打不动，连续吃上7天蓝莓，我的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呢？说实话，江国胜，我得先给大家交个底。这个答案可能没有那些营销广告里说的那么神奇，但它却更真实、更科学，也更能引导我们走向正确的健康之路。7天，在咱们的感觉里不算短了，足以养成一个小习惯。但在我们身体内部，在复杂的营养吸收、转化、起效的生理过程中，7天很多时候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起点。这就好比你想在一片土地上种出芬芳的花朵，你勤勤恳恳地浇了7天水，土地确实湿润了，种子也许开始膨胀，萌发一点点小芽，但你想看到枝繁叶茂、鲜花绽放的景象，那还差得远呢。蓝莓里最被推崇的有效成分花青素，它在我们的身体里代谢速度其实不算慢，需要咱们持续的、有规律的补充，它才能在血液里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浓度，慢慢渗透到需要它的组织器官，比如眼睛的视网膜和大脑的神经细胞周围，去执行它抗氧化、抗炎、改善微循环的任务。所以，如果你吃了7天后，感觉好像眼睛是舒服了一点，好像脑子清醒了些，这种主观感受非常可贵，但它很可能混合了心理期待的效应和一部分真实的初期的生理反馈，而真正由内而外能够被仪器检测到，或者自己明显感知到的，具有累积性的改善，比如视网膜对光敏感度的提升，或者记忆测试分数的客观变化。通常需要我们将这个7天延长到4周，甚至8周以上，让营养的积累像涓涓细流汇成池塘一样，达到一个能够显著影响生理功能的阈值。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有点失落，觉得蓝莓是不是被神化了？别急，这恰恰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价值所在。它打破了我们追求速效的幻想，却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更靠谱、更可持续的养护大道。我们不是要否定蓝莓，而是要更聪明地利用它。那么，为什么单枪匹马的只吃蓝莓，常常感觉效果不如传说中那么显著呢？这就必须深入到我们眼睛内部一个最核心也最娇贵的指挥部——黄斑区。我们常说护眼，但眼睛是一个精密的器官，不同的部位需要不同的营养来保护。蓝莓的花青素，它主要扮演的是一个优秀的辅助者角色。它擅长做什么呢？它擅长改善全身以及眼部的微循环，让血管更健康、更有弹性，从而保证营养物质和氧气能够更顺畅地输送到视网膜。它还是一个高效的自由基清道夫，能中和掉一部分因为光线照射、长时间用眼产生的有害氧化物质，减轻细胞的氧化压力。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位兢兢业业的园区维护工程师，他负责把通往重要建筑视网膜的道路修平整、疏通好、改善循环，同时也在园区里巡逻、清理垃圾、抗氧化。但是在我们眼睛这个园区里，有一座最核心、最精密的中央控制塔，那就是黄斑。我们的中心视力，也就是最清晰、最敏锐的视觉，全靠它。这座控制塔的玻璃幕墙感光细胞特别脆弱，最怕日光中高能量的蓝光直射和氧化侵蚀。它需要的不是一般的维护，而是一套量身定制的嵌入内部的高级滤光防护系统。这套系统的核心材料就是2种类胡萝卜素、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它们是我们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必须从食物中获取。神奇的是，当我们吃下富含这2种物质的食物后，它们会像有导航一样精准地汇聚到黄斑区，并在这里形成一层高浓度的黄斑色素。这层色素就像给中央控制塔安装上了天然的防蓝光镜片和抗氧化装甲，能有效过滤掉入射光线中最具破坏性的蓝光部分，并直接淬灭掉在黄斑局部产生的自由基，从源头上保护最珍贵的感光细胞。现在你看明白了吗？蓝莓的花青素外围维护工程师和叶黄素玉米黄质核心防护系统，他们的工作地点、擅长领域是互补的，是协同作战的关系。如果只靠蓝莓单打独斗，相当于只修了路、清了外围垃圾，却忘了给最重要的核心建筑装上防护窗，那么来自光线的长期伤害依然会直击要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吃了不少蓝莓，却感觉对视力模糊、畏光等核心问题改善有限的关键原因之一。我们需要的是组建一支护眼特战队。道理讲多了可能有点枯燥，江国胜我特别喜欢用身边的故事来说明问题。在我们颐养晚年的社群里，有位李大姐，今年65岁，退休后生活丰富多彩，爱上了摄影和刷短视频。但最近2年，她越来越烦恼，总觉得眼睛容易累，看久了手机屏幕就发干发涩，晚上出门看车灯觉得特别炸，一片眩光。她坚信食补的力量，听说蓝莓护眼，就常年订购，每天吃1小碗，雷打不动。可坚持了1年多，这些不舒服的症状就像赖着不走一样，时好时坏，让他非常沮丧，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严重的眼病。后来在一次线下交流活动中，他找到了我，细细描述了他的困扰和坚持。我问他：李大姐，您这蓝莓吃的真够坚持的，值得表扬。那您平时像菠菜、羽衣甘蓝、玉米、枸杞、蛋黄这些食物吃得频繁吗？李大姐想了想，说菠菜偶尔吃，玉米当主食啃，蛋黄怕胆固醇高，吃得少。我当下就跟她打了个比方，李大姐，您这眼睛好比一栋豪华别墅，您每天吃的蓝莓就像请了一位非常棒的物业管家，他把别墅外墙保养得很好，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电管道也维护得通畅，这就是花青素改善循环和抗氧化的作用。可是您这别墅里最贵重、存放着无价之宝的那个房间，就是眼睛里的黄斑区。它朝南，全是落地玻璃窗，每天太阳晒得最厉害。您只靠物业管家在外面洒水降温、清理落叶是不够的，您得给这个房间的玻璃贴上最好的防紫外线隔热膜，再从里面装上遮光帘。这隔热膜和遮光帘就是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它们得从内部安装上去，光靠外面的管家是办不到的。李大姐听了，觉得这个比喻特别形象，一下子明白了。她按照建议，开始有意识地在饮食中加入内部装修材料。早餐的牛奶燕麦里，除了蓝莓，一定加1勺煮熟的菠菜碎或南瓜泥。中午或晚餐，保证有一道深绿色的蔬菜，比如清炒芥蓝、凉拌苦菊。每周吃几个鸡蛋，不再把蛋黄丢掉。
他甚至开始用枸杞泡水喝，这个过程没有立竿见影，但大约过了3-4周，他欣喜地告诉我，变化悄悄来了。晚上开车接孙子，对面的车灯不再让他心烦意乱的觉得眩光了，用手机修自己拍的照片，盯着屏幕的时间可以长一些，眼睛的干涩感减轻了很多。更让他开心的是，有一次在公园拍鸟，他感觉自己对远处鸟儿羽毛色彩的捕捉似乎比之前更敏锐了一点。李大姐的经历生动地验证了咱们说的第一个黄金法则：蓝莓是优秀的开路先锋和后勤保障，但要想守住眼睛健康的核心高地，必须派出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支特种部队，他们协同作战，才能构建起从外到内、从通路到核心的立体防护网。守护好了最核心的黄斑区，咱们的眼睛就高枕无忧了吗？还不够，我们的眼睛作为一个整体，它还需要滋润和抗炎，这就引出了很多中老年朋友另一个普遍的痛点：干眼症、眼睛干涩、有异物感、烧灼感，甚至怕风、流泪，这种不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而蓝莓的第二个黄金搭档，正是对付这个问题的高手 ——Omega-3脂肪酸，特别是其中的 DHA 和 EPA。你可能更多听说 Omega-3 对心血管好，对大脑好，但它对眼睛的滋润和抗炎作用同样至关重要。DHA 是视网膜感光细胞膜中含量最丰富的脂肪酸，是维持细胞膜流动性、让视觉信号顺利传递的关键建材。如果缺乏 DHA， 细胞膜变得僵硬，就像生锈的开关，反应会不灵敏。同时 ，Omega-3 家族是体内最强大的天然抗炎剂之一。现代人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用眼过度，眼表很容易处于一种轻度的慢性炎症状态，这会破坏分泌泪液的腺体功能，导致泪液质合量下降，从而引发或加重干眼。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美妙的协同作用，蓝莓中的花青素继续发挥它改善眼部微循环的作用，为眼表的组织细胞带来充足的养分和氧气，同时清理炎症产生的一些副产物。而 Omega-3， 尤其是从深海鱼、藻油中获得的 DHA、EPA， 则直接参与到泪液膜的构建中，提高泪液的稳定性，并从细胞内部抑制炎症通路，舒缓眼部的火气。它们一个从外部改善供水系统的质量和效率，一个从内部修复储水容器并平息内部燥热，里应外合，共同缓解干眼不适，提升眼睛整体的润泽度和舒适度。所以江国胜我常常建议，在您的护眼食谱中，不妨每周安排2次富含脂肪的深海鱼，如三文鱼、沙丁鱼、鳕鱼，或者每天摄入1汤匙亚麻籽粉、奇亚籽，或者吃几颗核桃。当蓝莓遇上 Omega-3， 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场由内而外的 SPA， 既补了水，又降了火。说完了眼睛，咱们把目光往上移，来到我们智慧的源泉——大脑。蓝莓补脑、增强记忆力的说法也流传很广，这有科学依据吗？有的，但同样，它也不是独角戏。这就引出了针对大脑健康的第3个黄金搭档。我认识一位退休的老教师，姓王，今年72岁，一辈子跟书本打交道，记忆力曾经是他的骄傲。可近几年，他发现自己经常话到嘴边想不起名字，昨天看过的新闻，今天印象模糊，出门老是怀疑自己没锁门。这种断片的感觉让他非常焦虑，生怕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他也听说了蓝莓的好处，于是开始每天吃，希望这蓝色的小药丸能换回自己清晰的思维。吃了一段时间，
他感觉精神似乎好了点，但那个最让他困扰的记忆力问题却没有明显的改观。后来他参加我们的讲座，提出了这个疑惑。我问他：王老师，您除了吃蓝莓，平时爱吃鸡蛋、动物肝脏、豆类、深绿色叶菜吗？他摇摇头，说年纪大了，吃得清淡，肉和内脏吃得少，鸡蛋也不敢多吃。我告诉他，王老师，您这思路好比是想让一座城市恢复繁荣。您引进了蓝莓，它就像一支优秀的环保环卫队，能把城市里堆积的有害垃圾自由基清理掉，减少污染对城市建筑的腐蚀，这就是花青素的神经保护作用。但是城市要想正常运转，基础设施不能坏，电线网络要通畅，通讯信号要强，这些基础设施的维护和运转需要专门的电工和通信工程师。对于我们的大脑来说，这些工程师就是维生素 B 族，特别是维生素 B12、B6 和叶酸 B9， 它们直接参与神经递质的合成，比如影响记忆的乙酰胆碱，维护神经髓鞘的健康，保证神经信号传导速度，是大脑这个复杂电路系统正常工作的基础元件。如果缺乏这些 B 族维生素，神经信号传导就会接触不良，延迟卡顿，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就是自然的结果。王老师听后恍然大悟，他开始调整饮食，每天保证1个鸡蛋，偶尔吃一些瘦肉和鸡肝，多吃菠菜、西兰花和豆制品，在继续食用蓝莓的基础上，注重 B 族维生素的补充。大约2个月后，他高兴地反馈，那种思维上的雾霾感散去了不少。想事情、记东西，重新找回了些昔日的利落感觉，心里的焦虑也大大减轻了。这个例子清晰地告诉我们，蓝莓为大脑提供的是环境保护和防御支持，而神经系统的日常运营和硬件维护则高度依赖于维生素 B 族这群幕后英雄。只有2者结合，才能让大脑这台精密仪器既免受锈蚀，又能高效运转。那么，除了维生素 B 族，还有什么能进一步提升蓝莓对大脑的滋养，让我们思维更敏捷，认知更年轻呢？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4个黄金搭档——坚果与种子，尤其是核桃和亚麻籽。民间智慧说核桃补脑，现代科学为此提供了丰富的证据。核桃是植物界中少数富含阿尔法亚麻酸 ALA 一种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ALA 在体内可以部分转化为对大脑至关重要的 DHA。同时，核桃和很多坚果如杏仁、榛子都富含维生素 E， 这是一种强大的脂溶性抗氧化剂，能够穿过血脑屏障，直接保护脑细胞的细胞膜免受自由基的攻击，延缓脑细胞的衰老进程。此外，坚果和种子中的镁元素对于稳定神经、缓解焦虑、促进深度睡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良好的睡眠正是大脑进行记忆巩固和代谢废物清理的黄金时间。我们来想象一下这个协同场景，蓝莓中的花青素随着血液循环进入大脑，像一位勤劳的园丁，不断地清除神经细胞周围产生的锈迹、氧化损伤。而坚果提供的健康脂肪包括植物性 Omega-3、维生素 E 和镁，则像为大脑细胞提供了高级营养油、防锈涂层和稳定剂。它们从细胞膜的构建与维护、内部抗氧化防御到整体神经环境的稳定，提供了多层次的支撑。江国胜，我自己的习惯是下午3、4点有点倦怠的时候，会吃一小把混合坚果核桃、杏仁为主，配上10几颗新鲜的蓝莓。这不仅仅是一份美味的加餐，更像是一次给大脑的深度充电。当蓝莓的清道夫遇上坚果的建筑师和维稳员，他们共同为我们的大脑构筑起一道抵御岁月侵蚀的坚固防线。了解了这么多黄金搭档，咱们也得说说吃蓝莓本身的一些讲究和禁忌，这样才能吃得安全，吃得有效。首先，对于血糖异常的朋友，蓝莓需要智慧的吃。
蓝莓的升糖指数 GI 相对较低，但它毕竟含有天然糖分，如果一次性空腹吃下去一大碗，还是可能引起血糖的较快上升。建议的做法是控制每次的量，大概一小把50到80克为宜，最好随餐食用，或者与富含蛋白质如无糖酸奶、优质脂肪如坚果和膳食纤维如燕麦的食物一起吃。这样可以有效延缓糖分的吸收速度，让血糖曲线更加平稳。其次，对于肾功能不全、正在限制钾摄入的朋友，虽然蓝莓不属于高钾水果的顶端行列，但也不宜大量食用，每天一小把解馋即可，并需计入全天的钾摄入总量中。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每天食用50到150克蓝莓都是有益健康的范围。在吃法上，能新鲜生食最佳，可以最大程度保留花青素等热敏性营养素。清洗时注意用流水轻轻冲洗即可，不要长时间浸泡，以免水溶性维生素流失。除了直接吃，拌入无糖酸奶，混合在隔夜燕麦杯中，加入蔬果奶昔，都是非常好的食用方式。这里江国胜再分享一个提升吸收效率的小秘诀。因为花青素和一些有益的植物化合物属于脂溶性或支柱溶性，所以在吃蓝莓的时候，搭配一点点健康脂肪，可以促进它们的吸收。比如在蓝莓酸奶里撒上碾碎的核桃仁，或者在用蓝莓做的沙拉里淋上少许特级初榨橄榄油。这个小小的动作能让你的营养投资获得更高的回报率。另外，选购时尽量挑选颜色深紫蓝、表皮有均匀白霜果粉、果实饱满硬挺的，这样的蓝莓通常更新鲜，抗氧化物质含量也更高。如果购买冷冻蓝莓，也是不错的选择。急冻技术能很好的锁住营养，且方便储存，适合用来打奶昔或烹饪。最后，让咱们再次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并为今天的分享做一个升华。连续吃7天蓝莓，我们或许看不到传说中的奇迹变化，但这绝不意味着蓝莓没有价值。恰恰相反，这个认知让我们摆脱了对单一食物的盲目崇拜，转而投向更科学、更系统的健康管理怀抱。蓝莓，它不是一颗包含百病的魔法子弹，而是我们精心设计的健康拼图中一块色泽亮丽、功效卓著的组成部分。它需要与叶黄素、欧米伽3、B 族维生素、坚果这些盟友携手，在眼睛和大脑的战场上并肩作战。更重要的是，它需要依托于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基石之上，保证每天7到8小时高质量的睡眠，让眼睛和大脑得到充分修复。遵循20-20-20法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抬头远眺20英尺约6米外的地方至少20秒，缓解视觉疲劳，保持规律的运动，促进全身包括眼脑的血液循环，管理好压力和情绪。这些是任何昂贵保健品或超级食物都无法替代的根本养护。江国胜在颐养晚年一直倡导的理念就是，养生不是追逐一个个孤立的神话，而是建立一套理解身体需求、尊重科学规律，并乐于长期实践的生活哲学。不要因为7天未见奇效而沮丧放弃，也不要因为搭配复杂而望而却步。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尝试着重新规划你的餐盘。早餐的燕麦粥里加入蓝莓和一把菠菜，午餐的沙拉中放进几片牛油果和烤三文鱼，下午的加餐是一小把核桃配蓝莓，晚餐保证有深绿色的蔬菜和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当你把这些组合变成习惯，你会发现健康不再是负担，而是一种自然而然、充满美味和乐趣的生活方式。养护眼睛和大脑是一场温柔而坚定的马拉松，而不是100米冲刺。愿我们都能用知识和耐心滋养出更明亮的双眸和更清醒的头脑。
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欢迎关注颐养晚年，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心得体会或提出疑问。在追求健康晚年的道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一起走得更加稳健，更加明亮。